什么自助旅行我选择芬兰堡呢？我要怎么到达那里呢？芬兰的夏天，太阳从凌晨3点就出来了，晚上11点才休息，怎能不卯足全力的玩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mily。这次的自助旅行，我要带大家去芬兰堡玩。因为我事先买了赫尔辛基卡，所以我们不用再去买门票，直接去搭船喽。在赫尔辛基集市广场旁的码头边，就有往来芬兰堡的 HSL 渡轮，船程大约15到20分钟。芬兰堡是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附近的一座历史悠久的海上堡垒，由瑞典军官 Augustin Ehrensvärd 负责兴建，原名为瑞典堡。1788年成为瑞典的海军基地，1808年落入俄国人手里，1918年改名为芬兰堡。如今芬兰堡已变成一个受欢迎的观光景点。炎炎夏日来到芬兰堡，第一件事我先带大家来逛主码头附近的超市，解渴哦。走进便利商店，就像进入了一个清凉的避风港。你看，冰棒、清凉的饮料，哎呀，光看都透心凉了。这真是对抗夏天的秘密武器啊！拿空瓶子在超商这样回收换钱，很方便呢。休息完毕喽，正式展开今天的旅行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你的鼓励是我们制作优质影片的最大动力哦。芬兰岛上保留了旧时的堡垒城墙，这些城墙先后为瑞典、俄罗斯与芬兰提供防御。目前岛上大约有800名居民，很多都从事岛上设施的服务及维护工作。如今芬兰堡可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遗产之一呢。你看，当地的居民家家户户把环境打扫得很干净哦，因为这里的马路都是石子和泥土路，鞋子很容易卡一堆灰尘，所以每户人家的门口几乎都有这种刷鞋子的器具，很特别的景观。游客中心，这栋粉红色建筑是防波堤军营，现在已经改为游客中心了。里头的服务人员很亲切，从这里可以拿到芬兰堡的导览地图，非常实用。这是我们今天预计走的路线，给大家做参考哦。芬兰堡教堂，芬兰堡教堂建于1859年，为俄罗斯驻军时所建的东正教教堂。芬兰独立后改为基督教教堂。军事博物馆，博物馆中展示了芬兰军队及其士兵在和平与战争时期的历史，展品包括历史文物、武器、军事装备和各种文献资料。这架飞机是当时实际参与作战的战斗机，有开放给一般民众实际登机体验哦。芬兰堡博物馆，博物馆中展示了芬兰堡的建设资料、历史资料以及芬兰城堡中的生活。在博物馆中，每个半小时还会播放一段有关芬兰堡历史的短片哦。里面的贩卖部有许多的军事纪念品供民众选购，喜欢这类型纪念品的朋友应该爱不释手吧。水上巴士炮兵湾码头，你看 JT Line 水上巴士就是在这里让乘客下船的。我们因为有买赫尔辛基卡，所以搭的是 HSL 渡轮，是在大黑岛的渡轮主码头上下船，跟这里不一样哦。Visco 潜水艇， Visco 潜水艇建造于1936年，曾参与第2次世界大战，是芬兰一个重要的历史遗迹，也是芬兰唯一公开展示的潜水艇。游客可以进入潜水艇的内部，观看潜水艇内的各个区域，包括控制室、鱼雷发射管、船员宿舍和引擎室，了解潜水艇的构造和运作。
它就像一条沉睡在历史深海中的机械海豚，伫立在岸边。透过参观内部，让人感受到那股曾经无畏穿梭于深海的勇气和智慧。国王门建于1753年至1754年，是芬兰堡要塞的主要入口，也是瑞典国王 Adolf Fredrik 于1752年视察芬兰堡时登岸的地点。大门旁边的大理石板上还刻有当时身为军官、亦为芬兰堡堡垒的主要建筑师 Augustin Arensved 说过的格言：后人们，凭你自己的实力站在这里，不要依靠外国人的帮助。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和决心。作为一个人，要有自信和勇气，才足以来应付各种困难和考验哟。古斯塔夫之剑，这里就是被称为芬兰堡古斯塔夫之剑的地方。从这里可以看到完整的防御与海岸线。在1808年芬兰战争后，芬兰堡便归于俄国统治。在俄国统治的110年间，这里一直都是俄国的海军基地，直到1918年重回芬兰的管辖。来到芬兰堡这里，感觉有点像金门的碉堡区，你觉得呢？在要来大庭院的路上，我们看到了很多白颊黑雁。白颊黑雁善于游泳和潜水，飞翔的速度也很快，每天黎明就成群结队地飞到草原上去觅食，中午又回到了水边休息。大庭院，来到了大庭院，这里也是由 Augustin Arensved 设计的，作为芬兰堡的主要广场。广场上有着 Augustin Arensved 他的墓地和纪念碑，用来纪念这位对芬兰堡有着重要贡献的军官及建筑师。大庭院旁边还留有许多碉堡的遗迹，大家也可以参观哦。干船坞，18世纪瑞典海军舰队的船只当时都是在此建造的。现在的干船坞则被用来整修老旧的帆船。芬兰堡的干船坞是目前世界上仍在使用的古老船坞之一。这里有一个奇特的现象，空气中漂浮着像棉絮一样的东西，真的好多哟。问了当地送货的人员，他说这是某种树木季节性就会产生的像棉絮一样的漂浮物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感觉呼吸起来有一点不太舒服呢。在芬兰堡的每一步都是对过去岁月的探寻，每一块城墙的石砖和碉堡似乎都在低声诉说着曾经的历史和战争。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，曾经的炮火与硝烟早已随风消散，留下的虽只剩静谧的海风和古老的城墙，但人类在战争中所经历的苦难与牺牲，却永远刻在这片土地上。每一个角落，每一阵风声，都似乎在提醒着我们，要珍惜得之不易的和平，远离战争的阴霾哦。为什么芬兰自助旅行一定要来芬兰堡呢？正是这份对历史的热情。我是 Emily， 如果你喜欢 Emily 今天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下期见。